我在韩国先学会了罗马拼音，而且在台湾上课的时候也会用罗马拼音，所以没有机会学习注音符号。那我为什么要背注音符号呢？大家好，我是英选，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韩文、中文、日文的输入方式。首先，韩文呢，在电脑上有2种方式，第一个是2组式，也可以说 QWERTY， 第二个是3组式，这次我第一次听说了。然后在手机上有5个方式，第一个是刚刚的2组式 QWERTY， 第二个是三星的天地人，第3个是 LG 的国家字，第4个是 SkyPenTech， 第5个是单母音。其中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韩文输入法是最普遍使用的 QWERTY 跟天地人。在苹果的手机里只有 QWERTY 跟天地人的输入法，但是在三星的手机里倒是有那些5种输入方式。QWERTY 呢，可以认为电脑键盘的顺序。那为什么叫做 QWERTY 呢？是因为看英文键盘的顺序 QWERTY， 所以我们叫做 QWERTY。天地人是三星推出手机的时候使用的输入法。在智能手机之前，我们用2G 手机的时候，三星用的键盘是天地人，所以我还记得打的方式。因为韩文是标音文字，只要熟悉，就以1人的速度输入文字。那日文呢？我找到的是在电脑上有2种输入法，第一个是罗马字，第二个是电脑键盘的排列。在手机上呢，有2种输入法吧，第一个是刚刚的罗马字，第二个是 Kana 输入法。其实我几乎没有用过 Kana 的输入法。我知道怎么输入，可是我已经用习惯了罗马字，所以我用手机、电脑的时候都会用罗马字输入法。我常常看到日本人用手机打字的时候会用 Kana， 那用电脑的时候你们会用哪个输入法呢？我找中文输入法的时候，哇，我真的吓了一跳！我单纯的想到了注音跟拼音的输入法，可是看到汉字输入法这么多，哇，真的夸张了吧？其实这部影片的主要主题是台湾键盘，我借此机会买了台湾键盘，因为我找不到直接从台湾购物的网站，所以我直接从中国购买。我亲自贴好了台湾键盘注音贴纸。我找到的汉字输入法是：第一，我现在使用的中国罗马拼音；第二，台湾使用的注音符号；第三，香港使用的仓颉；第四，无虾米输入法；第五，大意输入法；第六，五笔字形；第七，4角号碼；第八，笔记输入。我想起来了，我在台湾的时候问过你们台湾键盘的输入法。대만자판 신기해. 이런 거 어떻게 하는 거야? 오. 대만자판 하나 사고 싶은데? 그냥 자판 누르면 이 주음보가 찍히는 거는 알겠고, 여기 Shift랑 이렇게 누르면 알파벳이 나오는 건 알겠는데, 여기 한자들은 뭐예요? 이거는 뭐야? 부수? 이거 어떻게 치는 거지? 이거 한자 어떻게 치는 거지? 我们再看一下 F 是英文吧，7是注音符号嘛？那上写的火跟土的用途是什么呢？原来火是仓颉的输入法，土是大意输入法。因为我想认识
仓颉跟大意五虾米输入法。我搜索了输入方式，结果我觉得我很难了解，所以现在暂时放弃了。借此我练习输入注音符号。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读学过注音符号，我在韩国先学会了罗马拼音，而且在台湾上课的时候也会用罗马拼音，所以没有机会学习注音符号。那我为什么要背注音符号呢？我在台湾的时候教台湾人韩文，那时候我认为用 alphabet 教学韩文的话，容易让学生们了解韩文标记方式。但是后来看到学生们都用注音符号来笔记，所以我为了学生们容易了解，开始读学注音符号。但是因为我学过日文，所以有些注音符号真的让我搞混。比如说七好像是日文的酷 ，A 好像是日文的嘿，斯好像是日文的不，然后 C 好像是英文的 T， 所以真的让我搞混。但是随着时间流逝，几乎想不起来了，所以借此机会我再次练习了。我首先练习注音符号的发音，然后我下载了练习注音符号键盘的程序，然后我留言的时候偶尔用注音符号，然后找个自己喜欢的句子，用注音符号打字。因为我练习还不多，大概10天左右，所以我打字非常慢。有导游，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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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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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咕，哎呦！但是我希望一定给大家看我很熟练的样子。如果大家有仓颉、大意、五虾米的输入法资讯的话，请帮我留言。那今天的影片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今天也陪我过时间。那我们下次见，安녕。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，请帮我按赞订阅哦。